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在台北发生的真实相亲故事，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感慨万千啊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做林怡萱，今年32岁，是台北一家知名外商公司的财务主管。怡萱长得挺标致的，身高165公分，皮肤白皙，眼睛大大的，笑起来有2个小酒窝，很有气质。按理说，像怡萱这样条件的女生，找对象应该不成问题，但她偏偏就是相亲无数次都没成功。在台北这种竞争激烈的城市，女生过了30岁还单身，就被贴上了剩女的标签。怡萱对此非常排斥。丽姐，你不知道，我妈每天都在念我，说什么人家隔壁王阿姨的女儿都2胎了，你还在挑，烦死了。怡萱常常这样向我抱怨。怡萱有个闺蜜叫陈佩琪，比她小2岁，在一家设计公司当平面设计师。佩琪没有男朋友，但她倒是挺乐观的，没有那么着急。有一天我跟怡萱联系，说我们公司要举办一场春季单身交友趴，问她要不要来参加。又是相亲啊？算了吧，我已经受够了那些奇奇怪怪的相亲对象了。怡萱一开始直接拒绝。哎呀，这次不一样，我们邀请了很多优质的单身男女，包括几位外国人呢。我极力推荐，现在社会越来越国际化了，说不定你跟外国人更合得来呢。怡萱还是不为所动，说：丽姐，老实说，我对相亲已经没兴趣了，感觉就是浪费时间。我知道怡萱经历过太多失败的相亲，心里有阴影，但这次活动真的很不错，我不想她错过。于是我灵机一动，说：那这样吧，你带着佩奇一起来，就当是陪她见见世面，顺便吃吃喝喝，我请客。一提到吃喝，怡萱的态度明显松动了。免费的饭不吃白不吃是她的人生信条之一。真的吗？那我问问佩奇有没有兴趣。果然，怡萱很快就回复我说，佩奇对这个活动挺感兴趣的，两人决定一起来参加。活动当天，怡萱和佩奇盛装打扮来到了我们订好的餐厅包厢。怡萱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，佩奇则穿了一套粉色的套装，两个人都很有气质。哇，这次的场地不错诶，佩奇一进门就惊叹道：那是我们丽姐办事，你放心。我笑着接过他们的外套，带他们进去认识其他人。这次参加活动的有10几位男女嘉宾，其中有3位是外国人，一位来自美国的英语老师，一位来自法国的厨师，还有一位来自韩国的化妆品牌经理，那位就是从韩国来的李明浩，今年35岁，在台北开了一家韩国化妆品的专柜，生意做得不错呢。我悄悄地在怡萱耳边介绍道。怡萱瞄了一眼李明浩，小声说：长得倒是挺帅的，就是不知道性格怎么样。那你去聊聊不就知道了，我鼓励他。算了吧，我今天就是来陪佩奇的，不想给自己压力。怡萱摆摆手，拉着佩奇去拿饮料了。活动开始后，我设计了几个破冰游戏，让大家能够自然的交流。怡萱全程都保持着我只是来吃饭的态度，不冷不热的应付着。而佩奇却出乎意料的活跃，他天生就有种亲和力，很快就和几位男嘉宾聊得火热。特别是那位韩国欧巴李明浩，好像对佩奇特别有兴趣。你是做设计的吗？真厉害，我一直很欣赏有创意的人。李明浩操着略带口音的中文对佩奇说：哪里，就是画画图案而已啦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佩奇笑着回应，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。我注意到怡萱坐在一旁，表情有点微妙。她虽然说自己不想相亲，但看到闺蜜得到帅哥的青睐，心里肯定不是滋味。怡萱，那边有位资讯公司的经理，要不要我介绍你认识一下？我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。不用了，丽姐，我今天真的只是来吃饭的。怡萱笑笑，但我看得出她的笑容有点勉强。活动进行到一半，我安排了一个1分钟自我介绍的环节。轮到李明浩时，他站起来，用流利的中文说：大家好，我是李明浩，来自韩国首尔，在台北开了一家化妆品专柜。我平时喜欢烹饪和旅行，希望能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一起分享生活。说完，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佩奇，引得佩奇又是一阵脸红。怡萱在一旁看得真真切切，她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，
小声说：丽姐，这个韩国欧巴是不是对佩奇有意思啊？看起来是有那么点意思。我实话实说，你吃醋了。我吃什么醋啊？我是担心佩奇被骗。你知道的，那些外国人有时候只是来玩玩而已。怡轩嘴上这么说，但我看得出他有点不爽。活动进行得很顺利，到了晚上9点多，大家都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李明浩居然主动找到佩奇，要了他的 Line。佩奇，我想请教你一些关于设计的问题，可以加你 Line 吗？李明浩彬彬有礼地问道。当然可以啊，佩奇爽快地答应了，两人当场就加了好友。怡轩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我知道他虽然嘴上说不想相亲，但心里还是希望能遇到心动的对象的。活动结束后，我送怡轩和佩奇上出租车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我问道。超开心的，丽姐，谢谢你邀请我们来。佩奇兴奋地说，那个李明浩真的好有趣，而且很绅士呢。怡轩则是微微一笑，说，还行吧，至少食物很好吃。送他们上车后，我收到了怡轩发来的信息。丽姐，你觉得那个李明浩是认真的吗？我回复道，看起来挺认真的，怎么，你对他有兴趣？没有啦，就是关心佩奇而已。怡轩回复道，但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佩奇经常跟怡轩分享他和李明浩聊天的内容。李明浩几乎每天都会找佩奇聊天，从工作到兴趣爱好无所不谈。轩轩，你知道吗？明浩说他很喜欢我设计的那些图案，还说要用在他的化妆品包装上。佩奇兴奋地告诉怡轩，是哦，那挺好的。怡轩敷衍的回应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个韩国男生是不是太热情了点？会不会只是在利用佩奇的设计才能？1周后，佩奇告诉我，李明浩邀请他周末一起去阳明山赏花。丽姐，你说我要不要去啊？我们才认识1周耶。佩奇紧张地问我。如果你对他有好感，为什么不去呢？阳明山可是公共场所，很安全的。我安慰他说，佩奇最后决定赴约，还拉上了怡轩一起去。轩轩，你就陪我去嘛，我一个人好紧张啊。怡轩虽然嘴上说着你自己的约会干嘛拉我当电灯泡，但还是答应了。我猜他心里可能也想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韩国男生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周六那天，3人在阳明山集合。李明浩看到佩奇带了怡轩来，一点也不尴尬，反而很热情地打招呼。怡轩你好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我们一起去看花吧。怡轩礼貌地回应，心里却在打量这个韩国欧巴。不得不说，李明浩确实很会照顾人。他提前准备了3份便当和饮料，还带了防晒霜、纸巾和折叠椅，简直周到的不行。走在山路上，李明浩主动帮佩奇拿包，时不时还会指出路边美丽的花朵，用手机帮他们拍照。怡轩走在后面，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背影，心里莫名有些失落。怡轩，你看那边。李明浩突然回头叫他，指着远处一片盛开的樱花，好漂亮，我帮你拍一张吧。怡轩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李明浩会这么关注他。他勉强摆了个姿势，让李明浩给他拍了几张照片。哇，轩轩，你这张照片也太好看了吧。佩奇看了照片后惊叹道，明浩拍照技术真的很棒。怡轩看了看照片，确实拍得很好，阳光透过樱花树洒在他身上，整个人看起来明艳动人。他不得不在心里给李明浩加了几分。午餐时间，3人坐在树下的草地上，打开了李明浩准备的便当。哇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佩奇惊讶地问道。便当里有紫菜包饭、煎蛋卷和几样精致的小菜，看起来非常美味。对啊，我很喜欢做料理。李明浩谦虚地说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。怡轩尝了一口，不得不承认真的很好吃。你做的东西还挺美味的嘛。谢谢夸奖。李明浩开心地说，其实我来台湾之前在韩国开过一家小餐厅，后来才转行做化妆品的。真的假的？那为什么要转行啊？佩奇好奇地问。李明浩的表情突然有些黯然，因为之前的餐厅是和前女友一起开的，分手后就不想继续了。听到前女友3个字，怡轩的八卦之魂立刻被点燃了。那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，
这问题问得太直接了。李明浩却没有回避，他觉得我太忙了，没时间陪他。后来他遇到了另一个更有钱的男人，就跟我说再见了。哎呀，那他真是有眼无珠。佩奇立刻替李明浩抱不平。没关系的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想想，也许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合适。李明浩豁达地说。怡轩默默观察着李明浩，心想这个人看起来挺真诚的，至少没有隐瞒自己的过去。吃完饭后，三人继续在山上闲逛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佩奇和李明浩走到了前面，两人有说有笑，似乎已经忘记了身后还有一个怡轩。怡轩看着前面的两人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，不是嫉妒，更像是一种失落。明明他才是那个更年长、更成熟的人，为什么佩奇这么容易就能获得别人的青睐？怡轩，你还好吗？怎么走那么慢？佩奇回头喊道。我没事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想拍几张照片。怡轩勉强笑着回应。李明浩却停下脚步，等着怡轩，一起走吧，这山路不好走，我们互相照应一下。怡轩心里一暖，这个韩国男生确实很体贴。回程的路上，三人有说有笑，气氛融洽。怡轩也渐渐放下了心中的芥蒂，开始真心欣赏李明浩的幽默和温柔。晚上回到家，佩奇迫不及待地给怡轩发信息：轩轩，明浩是不是超级好啊？他还说下周要请我去他的化妆品店看看呢。怡轩回复：人还不错，不过你也别太快陷进去，毕竟才认识没多久。知道啦，知道啦。佩奇回复道，末尾还加了一串爱心。怡轩放下手机，叹了口气。他为佩奇感到高兴，但心里却有些空落落的。他想起相亲那天，自己本可以主动一点的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佩奇和李明浩的关系进展神速。李明浩几乎每天都会找借口约佩奇出去，要么是请他帮忙看设计，要么是带他去品尝正宗的韩国料理，而怡轩则回到了单调的上班生活中。每天听佩奇讲述他和李明浩的约会细节，怡轩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轩轩，明浩今天带我去了一家超棒的韩国烤肉店，老板是他的朋友，给我们免费上了好多小菜。轩轩，你知道吗？明浩的化妆品店生意超好的，他说我设计的包装很受顾客欢迎。轩轩，明浩说他很想了解台湾文化，下周我们准备去垦丁玩3天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啊？听到最后一句，怡轩差点把手中的咖啡喷出来。垦丁3天，你们进展也太快了吧！哎呀，又不是只有我们2个人，是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去。佩奇解释道，你也一起来嘛，人多比较热闹。怡轩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拒绝了。我下周有个重要的项目要赶，可能没空。好吧，那我给你带伴手礼。佩奇似乎并不失望，这让怡轩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佩奇去垦丁的那几天，怡轩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。他时不时就会刷新佩奇的社交媒体，查看他有没有发新动态。每次看到佩奇和李明浩的合影，怡轩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样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嫉妒佩奇？怡轩自问，但又不愿承认。第3天晚上，佩奇回来了，兴冲冲地跑来怡轩家，带了一大堆伴手礼。轩轩，你知道吗？我和明浩在一起了。佩奇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宣布。逸轩手中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。这么快？是啊。在垦丁的最后一晚，我们看着星星，他突然说喜欢我，想和我交往。佩奇的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，我当然答应了。他真的超级温柔的。逸轩强颜欢笑，恭喜你啊，不过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不到1个月吧。爱情就是这样啊，来得突然。佩奇沉浸在恋爱的喜悦中，完全没注意到怡轩的不自在。对了，明浩说想请你吃饭，感谢你介绍我们认识。不用了吧？又不是我介绍的，是丽姐的相亲活动。怡轩有些尴尬地说。哎呀，但是如果不是你带我去，我怎么会认识明浩呢？佩奇执意要约怡轩，就这周6晚上吧，我们在信义区的那家韩国餐厅等你。怡轩无法拒绝佩奇热情的邀请，只好答应了。周6晚上，怡轩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来到了约定的餐厅。远远的，他就看到佩奇和李明浩坐在窗边的位置，两人有说有笑，看起来很亲密。轩轩，
这里，佩奇看到怡轩，兴奋地挥手。怡轩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。不好意思，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也刚到。李明浩站起来，礼貌地为怡轩拉开椅子。今天你看起来很美。怡轩有些不知所措。谢谢，餐厅的气氛很好。三人点了烤肉和几道韩国传统菜肴。李明浩很会照顾人，不断地给两人夹菜，还热情地介绍每道菜的由来和吃法。这个泡菜是我特意从韩国带来的，和台湾的泡菜味道不太一样，你们尝尝看。李明浩说着，分别给怡轩和佩奇加了一些。哇，真的很不一样哎！佩奇惊叹道：“这个更酸一点，但是很开胃。”怡轩也尝了尝，确实很美味，味道确实很独特，谢谢你的招待。李明浩笑着说：“不用客气，能和两位美女共进晚餐是我的荣幸。”席间，佩奇不停地讲述他和李明浩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李明浩则时不时地补充几句，两人的互动看起来非常甜蜜。怡轩静静地听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为佩奇感到高兴，但也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冷淡主动一点，现在和李明浩在一起的会不会是我？饭后，李明浩提议去附近的甜品店吃冰淇淋。轩轩，明浩说那家店的抹茶冰淇淋超级好吃。佩奇拉着怡轩的手臂，我们一起去嘛。怡轩本想拒绝，但看到佩奇期待的眼神，只好点头答应。好吧。在甜品店里，李明浩点了3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。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口味，所以各点了一种，可以一起分享。好贴心哦，佩奇开心地说，我最喜欢吃抹茶了。怡轩，你喜欢什么口味？李明浩问道。巧克力吧。怡轩有些意外李明浩会关心他的喜好。那太巧了，我也喜欢巧克力。李明浩笑着说，看来我们有共同爱好。佩奇在一旁打趣道，哎呀，你们两个真有缘分。怡轩心跳忽然加速了一下，赶紧低头吃冰淇淋，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吃完甜品，三人准备各自回家。李明浩主动提出要送两人回去。不用了吧？我家和佩奇家方向不一样。怡轩委婉地拒绝，没关系，先送你回去，再送佩奇。李明浩坚持道。就这样，三人挤进了李明浩的车里。车内播放着轻柔的音乐，氛围有些微妙。佩奇坐在副驾驶座，不停地和李明浩聊天，而怡轩则安静地坐在后座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到了怡轩家楼下，李明浩下车为他开门。到家了，你自己上楼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怡轩笑着说，谢谢你们今晚的招待，我很开心。不客气，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出来玩。李明浩真诚地说。佩奇从车窗探出头来，轩轩，明天见啊。怡轩点点头，目送着他们的车离开。站在夜色中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孤独。回到家，怡轩躺在床上，脑海中不断回放今晚的画面。李明浩确实是个很好的男人，体贴、幽默、有责任感。佩奇能找到这样的人真的很幸运。可惜了，如果当初我再主动一点点。怡轩叹了口气，但随即又自我安慰道，算了，缘分这种东西强求不来的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佩奇和李明浩的恋情如火如荼地发展着。怡轩作为闺蜜，既是见证者也是旁观者。每次三人聚会，怡轩都会感到一种微妙的情绪，说不清是羡慕还是遗憾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怡轩的电话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佩奇要搬去和李明浩一起住了。怡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低落。这么快？他们认识才多久啊？我有些惊讶，不到2个月呢。但是他们感情真的很好，李明浩对佩奇超级体贴的。怡轩说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32岁了还单身，连比我小的闺蜜都找到真爱了。傻丫头，缘分这种事情急不来的。我安慰她，你还记得相亲那天你是什么态度吗？几乎把所有人都拒之门外了。我知道啦，都怪我当时太高傲了。怡轩叹气道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有时候机会就在眼前，但如果不把握，转眼就溜走了。明白这一点就好。我笑着说，对了，下周我们又有一场相亲活动，有兴趣参加吗？这次怡轩没有立即拒绝。什么样的活动？咖啡品鉴会，
来的都是些事业有成的单身贵族。我趁热打铁。好吧，我去看看。怡轩终于答应了。相亲当天，怡轩早早就到了现场，还特意化了淡妆，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温柔又亲切。活动进行到一半，有个男生主动走到怡轩面前：“你好，我是陈俊宇，朋友们都叫我小陈。”“你好，我是林怡轩。”怡轩微笑着回应。两人聊了起来，气氛很融洽。我在一旁观察，发现怡轩不再像以前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而是真诚地与对方交流，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历。活动结束后，我送怡轩上车。怎么样，今天有收获吗？我好奇地问。怡轩笑了笑，还不错，那个陈俊宇挺有意思的，我们加了 Line。看来你真的改变了不少啊。我打趣道。是啊，我想通了，与其等待完美的人出现，不如先敞开心扉，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怡轩若有所思地说，就像佩奇说的，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突然，但前提是你得先打开门让他进来。几天后，佩奇兴冲冲地告诉我，李明浩向他求婚了，他答应了。我赶紧打电话给怡轩，想看看他的反应。轩轩，听说佩奇要结婚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为他感到高兴啊。怡轩的声音里充满了真诚，而且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我和陈君宇约会了3次，感觉很不错。我们下周准备一起去宜兰玩2天。怡轩兴奋地说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在佩奇的订婚宴上，怡轩和陈君宇一起出席。看着台上幸福的新人，怡轩依偎在陈君宇身边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当初如果不是你拉我去相亲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明浩。佩奇拉着怡轩的手，感激地说，我也要谢谢你。怡轩笑着回应，如果不是看到你和明浩这么幸福，我可能还在自己的壳里不肯出来呢。李明浩走过来，举起酒杯，敬怡轩，我们的红娘。大家都笑了起来，举杯相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收到怡轩发来的信息，丽姐，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我。有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别人的幸福，才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我微笑着回复，傻丫头，幸福从来都不是比较出来的，而是自己争取来的。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故事。在爱情的道路上，不要因为害怕受伤而拒绝尝试，也不要因为错过而懊悔不已。缘分这种东西，来的时候你挡也挡不住，错过了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所以敞开心扉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说不定惊喜就在下一秒。谢谢大家收听丽姐的相亲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